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困扰，看着货架上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发懵，这么多类似的产品，我究竟应该怎么选？这个时候呢，课代表常会推荐一个简单的不踩雷公式：选知名品牌加上专利成分，99%的情况下买回来的东西都不会差。知名品牌容易理解，那专利成分究竟是什么？单从字面上看，专利成分就是获得了专利的特定成分，那它和非专利成分有什么区别？它好在哪里？今天这条视频希望帮你搞清楚这些问题。最后，我们还会给您推荐一些常见营养素经典的专利成分，所以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欢迎来到生活家课代表，一个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的频道。我是课代表 Tim， 一名 CNPA 加拿大健康产品认证顾问。我们还有一个官方网站，网址是 livepluscanada.com。频道里提到的商品呢，基本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买到。专利成分在化妆品和营养补充剂领域里应用的比较多，通常被认为是经过特殊工艺提取或者制造的独特配方，通常呢会具有更好的生物利用度、标准化的活性成分含量、经过临床研究验证的功效以及可追溯的质量控制体系。说白了就是用着放心的原材料。这个听起来比较官方，我来举个例子方便你去理解。咱就说有一个小渔村产一种挺特别的海藻，然后当地人发现吃它可以改善你的胃肠道，于是好多商人就闻到了商机，跑到这个小渔村来收这个海草，做成产品卖到其他的地方去。那商人和生意越来越多，问题也就来了，比如有的商人收不到足够的海草，就掺了一些其他的东西进去，然后有些商人收来海草之后呢，提取的方法不对，效果也打了折扣。另外还有的商人把海草运到外地去加工，这个路上时间有的时候不确定，海草就坏掉了。于是这个小渔村有一个聪明人，我们就叫他老张吧。他说我来统一处理这些海草，你们这些商人呢，只来找我买处理好的海草提取物就好了。老张给这个海草提取物起了个名字叫老干爹，并把它注册成了商标。老张呢一心想做好这门生意，他只收最好品质的海草，然后用祖传的方法提取，确保卖给各地的商人提取物的质量可靠，童叟无欺。慢慢的，老干爹海草提取物就有了名气，老张呢也赚到了钱。但老张啊又出钱和附近的知名大学和医疗机构一起研究这个海草提取物究竟怎么吃，吃多少才能最好的改善胃肠道。慢慢的，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每天吃1克这个提取物是非常合适的剂量，安全又有效。这就是专利成分的演化过程了。历史上有关于最早的专利成分说法不一，但比较有名的呢是瑞士罗氏制药的前身豪夫麦罗氏公司在上世纪40年代生产的维生素 A。在那之前呢，科学家们面临着一个难题，就是维生素 A 比较任性，放着放着就分解了，遇到空气就氧化，想精确计量呢还特别难。但罗氏制药的生产方法解决了这些问题，维生素 A 也得以更大规模的生产，并走进千家万户。总体来说，专利成分一般的价格都会稍贵一点点，但相对来说质量有保障，使用起来省心。所以像开始所说的，当你看着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不知道该怎么选时，可以按照知名品牌加上专利成分这个公式。因为专利成分保证核心原料是有效的，知名品牌保证的是量给的足，辅料也干净，这都是让产品有效果的重要前提。那为了方便大家选择，我们来介绍几个经典的专利成分。先来说说辅酶 Q10。辅酶 Q10常见的类型主要有2种，一种是还原性辅酶 Q10，也叫泛醇；另一种是氧化型辅酶 Q10，也叫泛醌。人体内的辅酶 Q10大多是以泛醇形式存在的，而市场上常见的氧化型辅酶 Q10，也就是泛醌，一般要在体内进行转化才能被吸收，而还原性的辅酶 Q10，也就是活性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不过还原性辅酶 Q10在自然环境当中很不稳定，因此一个叫 Canica 的公司用纯酵母发酵的方式生产了还原性的辅酶 Q10，并采用了独特的封装技术，确保它的稳定性。目前呢，也是市场上最受认可的活性辅酶 Q10。Canica 的活性辅酶目前有80多项临床研究，包括备孕期间辅酶 Q10可以保持精子和卵子活跃度的研究，都是基于这个专利成分进行的。所以如果你要选辅酶 Q10，可以找瓶子上有没有这个 Canica 的标识的产品。那接下来再说大家最熟悉也是日常应用最广泛的维生素 C。维生素 C 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本身是水溶性的，所以在身体的驻留时间不长，相应的起到效果的机会就会少很多。对一般用户来说这倒不是什么问题啊，但对有一些自体免疫类问题的人，比如过敏人群来说，就意味着补充维生素 C 起不到相应的效果。那这种 Ester C 呢，对维生素 C 做了酯化的处理，
意味着维生素 C 在体内驻留的时间最长可以达到24个小时，也就有更长的时间去改善你的免疫系统。另外 Ester C 的 pH 值是中性的，意味着对你的胃部也会更友好。我们在前一期介绍镁的视频里曾经讲过苏糖酸镁，对一些希望用镁来改善认知障碍的人群来说，苏糖酸镁是比柠檬酸镁、甘氨酸镁更好的选择。苏糖酸镁有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专利成分，来自 Megatin， 有很多临床研究证明它可以穿越血脑屏障来改善大脑和心理健康。所以如果你需要苏糖酸镁来延缓大脑退化，或者改善多动精力不集中的问题，只要你在瓶子上找到这个标识，再根据自己信任的品牌或者剂型来选就可以了。南非醉茄呢是这2年非常火的营养素，应用也非常广泛，像帮助减压呀、改善睡眠呀、缓解焦虑啊，甚至中年人提升睾酮水平都可以用到它。那草本成分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难以做定量的处理。KSM66专利型的南非醉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的制造商呢是世界上唯一一家拥有自己的农场、生产设施、测试实验室、研究中心以及分销渠道的南非醉茄制造商，采用全株的有机的南非醉茄，所有的产品都有标准化5%的有效成分醉内茄脂，有20多个高质量的临床数据支持它的功效。那采用了 KMS66的南非醉茄产品，一般会在包装或者配料表里标注出这个成分，所以也是选购的时候留意这个标识。最后我们来说说钙。那补钙很容易，但选对钙不太容易，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补了钙之后有胀气啊、胃酸过多等各式各样的问题的原因。一般来说，从红枣中提取的钙是目前市场上最温和的钙的形式，吸收率也高。而在红枣钙当中，Aquamin的专利成分是最著名的。Aquamin的钙采自冰岛的海洋红枣，具有独特的蜂窝结构，表面积呢是一般钙的5.5倍，因此溶解度会更高，也更容易为人体所吸收，不容易造成便秘和胀气，而且因为来自海洋，所以里面的微量矿物质更丰富。临床证明呢，在减轻关节疼痛和僵硬方面也能起到与葡萄糖胺类似的效果。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这个频道呢，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欢迎关注点赞，了解更多营养师推荐的加拿大健康产品。那如果你希望购买视频里提到的产品呢，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livepluscanada.com，或者在视频的 description 里找到产品对应的链接。想提醒您的是，我们网站上的大多数商品都可以邮寄到加拿大、美国以及中港台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如果你刚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也可以来我们位于列治文的线下门店来找我们聊聊。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再见。